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的选第一号牌的第一张哈，第一张是皇帝哈。那告白这个题目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想一下这边怎么说哈。就是皇帝牌这边在说他出现的时候，哈，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不小心闯到一个很有秩序的世界里了。那是一个很干净、很稳定，甚至有点太认真的气场，哈。因为这个人身上带着一种自带的一种重力的核心，所有人都会往他靠近。他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啦。当他说话、走路啊，甚至看着某个方向的时候，哈，整个人都能够让整个空间的感觉都慢下来。他不是那种立即就会让人心动的类型啊，可是会慢慢意识到说他存在感非常强，然后到哪里好像很多人都非常的依赖着他哦，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掌控力很强的人哈。因为皇帝牌的这张的能量代表他习惯把事情做得非常有条理，所以也是说是工作上面的领导者啊，他可能现在的工作也是自己创业的哈。或是他生活上是一个非常有规划、有规律的人，他做任何决定都带着非常明确的逻辑啦，不喜欢模糊，也不喜欢失控的情绪，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应该蛮高的，然后也会希望说被他吸引的人哈，或是他喜欢的人，也有一种稳重跟独立的样子，所以你可能会在他面前不自觉的变冷静啊，然后跟他有一点划清界限啊，或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这种，那就是让他感觉到你跟他本身有一种界限，这个反而让他觉得很有吸引力，因为表示你有自己的生活的秩序。那他的本质上也不是那种会轻易告白、轻易出手的人啊，但是一旦往前那一步之后，他就绝对不会退缩哈。所以告白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必须是他非常确定之后才会行动的。他不会用一种暧昧的试探，也不会玩那种情绪上面的拉扯啊，而是用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靠近啊。例如，我觉得他会主动安排见面哈，会帮你处理很多的麻烦，会记得你提过的很多小细节。那他不太能说或常说一些甜言蜜语啦，但他的存在感会逐渐的让你生活里面有一种安全感，这个是他的方法。所以他不是那种说了我喜欢你之后就再也没有后面的那一种只是像孩子一样，只是喜欢就说出来这样，而是他知道说这句话之后，他必须要真的去把它呈现成那种具体的样子然后真的会陪你撑过很多现实世界的各种混乱的这种人。那他的理性里面会藏着某种温度，他看起来不像是容易动情的人啊，但其实他已经把所有的情绪都习惯性的把它收好，像放在抽屉里一样，然后就像写一封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的信，写好了放在自己抽屉的最底下、最哪里的暗层之类的。所以他，我觉得他观察你的时间呢，会比你想象中的久很多。从你说话的节奏啊，你喜欢的颜色啊，他应该都会记得了。只是他不太说他在等一个能够让他确定你不是只是他的暂时心动的一个人，而是等待那一个很棒的时机，内心的一个触动的时机来临的时候，他会用最直接的方式跟你表达，可能是一个眼神啊，一个不经意的牵手或是一次长时间的对话，然后会让你感受到说他已经把你放在他的人生的计划里面了。那他其实他的人生的节奏比一般人的都慢一些，因为他相信一切都有按部就班的那个步骤。然后就算感情也是他在告白之前，他会有一种先认识啊，然后还有在观察，然后彼此再建立出一些信任才有可能会有到告白的动作。这个会让他对于爱情好像会有点距离，但其实他内心比谁都知道，他非常渴望有人能够理解到他这些的严谨谨慎背后是一个不敢轻易交出自己内心真心的一个人啦。我觉得他不是想要逃避爱情，他只是太清楚爱情里面的责任是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能付出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当他决定跟你告白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只是浪漫了，而是一种他想要承担你的生活跟要接住你的一种信号，在他心里发出来了。所以你可能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场合我们讲到的是一开始吧我觉得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场合遇到他啦，他可能就是一个跟工作有关系、跟秩序有关系的哈。我们这边讲的就是，如果你还没遇到他，他还是你不认识的人啦，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我觉得他大概就会变成是一些工作场合会比较容易遇到他，或是一个需要专注的环境，比如说咖啡厅，他在念书或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这样子哈，会一种比较安静的方式。那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偶然，然后你会发现他比较主动哦，他会主动跟你对话几次，然后他也会知道你一些社群什么，他会跟你传讯息这样子，然后在慢慢的相处里面之后，他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人是真的在意你的哈。初步的话状况应该是这样了，然后他会慢慢走进变成你的朋友，然后他不会立刻变成你的好朋友了，但是他会大概走到让你知道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之后，他大概告白大概就会出现了，告白的动作就会出现了。所以他告白的内容应该会比较像是说，有一种是未来的计划了。他可能会说，我想去一个地方旅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然后或是跟你说，他跟你相处的时候很自然，然后我们可以多相处，多去一些地方，可以带你去这样。他的告白的感觉比较不像是一种包装，而是会让你觉得他是以一种有更多的行动，希望你一起的那种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爱啦。他不靠语言，他希望有更多的生活的时间，让你感觉到说，他一直把你放在很多的他的计划里面哈。所以当这个人靠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世界变得很稳，然后呼吸也变慢一点。我觉得他不会带来那种很冲动的那种东西，他会带来一种可以信任的一种平静。所以当他跟你告白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宇宙都会比较安静下来，然后你会觉得说，终于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出现在现实里面了哈，而且还带来了很强烈的那种安心的感觉了。好，我们现在到了第二张牌金币三的逆位哈。我觉得金币三的逆位在讲说，他不是一个立刻让人觉得完美的人，相反的，他在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可能正处于某个不太顺的阶段，工作不稳、学业停滞啦，或生活里有些琐碎的失衡啦。金币三逆位的能量哈，让他带着有一种正在修正自己气息，然后他还在摸索怎么跟世界合作，怎么让自己被理解哈。那也正因为如此，他身上有一种真实、没有包装的一个吸引力啦。我觉得这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现在是有点混乱的哈。他或许曾经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可靠的人，但近来的现实生活里，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哈。你会觉得他有点闷，有点累，但那一份低调的努力感哈，却会让你觉得很动心啊。当他和你说话的时候，不会用太多的技巧，也也不太会经营形象哈，他可能会在聊天时突然有一句超诚实的话说，比如说我最近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啦，这种坦率哈，反而成为他独特的一种告白的前兆了。他是那种怕自己不够好的人哈，在爱情里他不会一开始就主动去追逐，因为他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进入你的世界。然后在他的角度看着你的时候啊，有一种我想想，有一种压抑的，有一种喜欢被压抑，然后他不太敢靠近，然后怕自己的混乱会打扰到你了。但他也不愿意就从此离开，因为你身上有一种很奇妙的魅力光芒哦，让他有一些动力，这是他视野里面所看到的你。所以这样子的挣扎哈，让他有一点迟钝。那这份迟钝背后有一些真心或正在运转他内在啦。那他其实现在正在努力让自己可以比较配得上这一份心动，然后再进而变告白。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暂时失去了现在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的节奏。金币三逆位常常代表说，他正从过去的一个合作跟团队里面抽离啦，也许是一个结束的伙伴关系啊，一份离开的工作啊，一个让他失去信任的一个合作经验。所以现在的他变得蛮小心的，甚至有点怀疑被人们需要这件事情是有存在的吗？你会感觉到他在你面前会比其他人谦逊，也会比他自己认为的以前更谦逊，因为他其实内心中有一些不安他没有办法绽放出来。可是他看你的眼神里以后，总是带着一种我愿意再相信一次的那一个勇气，所以他靠近你的主动性，可能他现在生活上的各种主动性都花在你身上。所以当他即将告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并没有如他所愿的那么顺畅了。他可能之前会反复的练习很多他想要说的是什么，然后他会反复的去担心你怎么想啊，甚至在开口之前会瞬间又退回沉默。这事情应该已经成好几次了哈，不是因为他不够喜欢你，而是因为他太在意，他也怕
一旦开口的时候，这份单纯的连接就会被破坏了。所以金币3的逆位的能量让他学着说，应该要在不完美的时候，或是没有想清楚的时候，或是不一定要大张旗鼓，或是什么都安排的完美的时候，才告诉你。他必须要在学着在害怕之中往前进摸黑也要往前进。所以对他来讲，这一次的告白可能就只能够是一个真诚的尝试跟真诚的表达就好了，不要想太多。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他已经在你附近周转了蛮长一段时间，只是他现在还要找到一个比较普通的方式去对你做表达，可能不会是真的一句话啦，他可能会用一些你在忙的时候默默的帮忙啊，你在沮丧的时候给你一些安慰跟支持啊，所以他不一定会说我喜欢你，或是我想跟你在一起啊这些的，他应该是在用行为上面偷偷暗示你，然后看到你的反应，是不是已经知道他在想要以恋人的方式慢慢跟你靠近，关系变得更紧密这样啦。所以他的这种行动上的告白会在一些很平常的日常的时候会去做表达出来，可能会跟你一起去收拾东西，然后会陪你走一小段路啊，会随口的提一些话题跟你聊天啊，然后他可能会真的找到你们两个独处的时候，会突然有一句说出来说，其实他发现他自己真的蛮喜欢你的，类似这样，这个已经是他能做到最主的位置了。因为记得金币3它有一些阻挡能量了所以如果他近期在你身边这个朋友，他现在在你身边是你的朋友关系，如果他近期确实一定会告白的话，我觉得你要接受他的不完美但是要欣赏他的诚实，因为这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金币3的逆位也在提醒你这段感情一开始不会那么顺利，不会是你所期待的那个关系，但是当你慢慢的试着跟他交往，跟他更进一步交处，或是相处更成为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朋友，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好像在生活上面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伙伴。你会看到他不断的在修补自己也会看到他在你身边慢慢建立起他原本的那个信心。所以当他说出口跟你告白，或是真正的很明确跟你表达他的心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爱情的开始了，而是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自己。他有完全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个瞬间，那个关口的时候，他才会跟你告白。所以一开始也许你已经察觉到是谁，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可能没有感觉到他应该给你的安全感，或是我们这边讲的安全感。可是他有一种真实的感觉，有一种真实提升的感觉的那个温度你会察觉到。所以有可能有点笨拙，但是非常真诚你应该在察觉到他喜欢你的时候，就会被他的这份真诚所打动了。所以他只是不完美，但他比其他人更货真价实，应该要这样子讲。所以当他做出一些行动，或者说出那一句话跟你告白的时候，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一个宣告，也像是对自己宣告，讲什么我既然要这份告白，我就不能逃避。所以他可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自己，才会进入到这份告白然后他真正100%完全的自我会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那再来到圣杯2我觉得以这里独立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会以一种几乎跟你对称的方式靠近你不是那种突如其来的一个行动，而是相处之后慢慢逐渐形成了一种互相的理解。因为圣杯2的能量代表灵魂之间的一个高度的契合啦。我觉得这个人不会只是对你有好感，而是感受到你们的对频，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让你觉得自己应该怎么说他不会让你觉得不自在，他会极度的让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自在的，而且不需要假装，然后也不用刻意去表现什么。只要和他说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时间变得很慢，然后思绪变得很柔软好像你等待已久的一种被理解的瞬间，就在这一刻发生，就在他靠近你的时候发生。我觉得他本来就不是那个一眼就爱上的那一种角色啦，而是他绝对是越相处越让人觉得熟悉的那种人。然后也许在跟大家朋友一起聚会的一个同桌的桌上啊，临时合作的一个伙伴，或是偶然在某个空间重复遇见几次的那个人，他会以这个角色出现。他身上不会有强烈的追求的攻势，反而是一种在你附近有一种很不错的温和的平衡感。那如果开始你们做到朋友的时候，他会懂得听，也会愿意开口，然后在他细听你的说话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眼神，告诉你说我懂。所以那种理解会在一开始认识之后，你慢慢会发现说，你会有点依赖他的反应，因为他的情绪价值应该给的不错。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他开始在准备要即将告白这样子，我觉得你应该会察觉到一个征兆啦，就是他开始比较多的主动去关心你的生活的细节然后记得你提过的一些小愿望啊，或是用很自然的语气邀你出去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试探了，而是一种确认，他在确定你跟他也同频他在
等那个绝对可以互相靠近的那个时刻，因为圣杯二不是单向的追求了，它讲的是两个灵魂都往某一个点跨出那一步，所以这段情感的展开啊，会让你觉得很轻盈，不会有什么压力，因为他是一个情感很成熟的人，他不会用很极端的浪漫的方法也不会用很冷漠的理性去掩盖啦，他懂得自然去把两个人的关系好好的成长之后，才会到那个告白的点。所以他会先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哈，他会先让你们的关系先建筑在不错的友情上面，友情的层次安全了之后，才会慢慢的转向爱情的温度了。所以当他看着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这个人好像真的看见我的感觉，这个就是你们两个心灵上的一个理解跟共识哈灵魂层面的共振会比以前再更深哈，那大概就是友情进入爱情的那个转换期，所以圣杯二出现的时候，很像两颗心正在宇宙突然在彼此生活里面晃了很久，才辨认出原来之间有一种爱情的节奏。那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要到告白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他的告白会很干净，他不会铺陈也不会演他可能只是某一天一起散步的时候，轻轻就说我好像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所以他没有什么华丽的情绪啦，而是一种沉静的真诚。我觉得他没有那一种很强烈的攻势，就是我要征服你，或是邀请，而是邀请你一起建立一个可以长久走下去的关系我觉得这种诚恳的靠近方式会让你感觉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好像兜转了很长一段时间命运中你把你们两个走到可以辨识出彼此的爱的那一个重逢的时刻。所以这段关系的起点，我觉得一开始就会感觉到某种温柔的互补他可能在你比较混乱的时候会出现，然后而你也刚好在他想要重新相信爱情的时候遇到他然后两个人在很多方面就互相修复，不是谁拯救谁，而是你们因为彼此出现之后，才发现我们可以互相修补，然后原来这也是一个新的关系的一个新的方向。那你会开始想要为了他变得更好，而他也会在你身边变得比以前更柔软，这样个性变得更温和这就是圣杯二的力量的魔力了。它是两个交换交流啦，两个人的优点互相交换我觉得他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爱情的开始，他更在讲的是一种全新的情感的一种交流跟接触，很难得的。然后爱情只是随之而来的，所以当他告白的时候，你心里应该不会产生压抑，反而是有一种我早就知道这一刻会发生的，因为他靠近的每一个瞬间，宇宙都悄悄的在帮你们走到爱情的那个路径上去铺路了，让你，然后在这份就算以朋友的方式交流的时候，也会让你学会说很多事情的接纳然后也让彼此学会说如何去慢慢的表达自己内在心境真正的想法，这样，所以你们的频率其实很同步啦。其实也在他告白前，你们两个就已经慢慢的走到他会告白的那个路径上面，所以它是一个慢慢的，不是冲动的而是你们两个灵魂会到一个最对齐的时候，会发生这份告白的事情。我觉得他不是要改变你的世界，而是想要跟你在同一个生活里面，同一个节奏里面。所以我觉得他的告白不会很刺眼，但是很真实其实这三张牌真实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那温柔也讲了非常多次了。我觉得他是悄悄的就走到了告白的那个点。你应该，我觉得抽到1号牌的朋友，这份告白不会让你觉得很惊讶，或是你没有期待到，你会觉得好像快发生，你心里已经会有这个作用了好，那就这样，这是1号牌的朋友那3张牌的内容念给你不错的方向那祝福你谢谢你来听。来，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2张牌的第1张塔罗那3个塔罗的讯息都是独立不同的也许会有一些重复，那重复的点你就要注意一下，那个是比较高机会发生的那么第1张是宝剑侍者了我觉得从宝剑侍者看到的话，就可以让他说他其实是那种会观察你很久，然后却什么都不说的人所以宝剑侍者能量带有很强烈的好奇心，然后又克制自己行动的一种特质啦。他对你虽然充满好奇，可是又不会靠近。他很想了解你，但是又很怕自己表现得太明显。我觉得这是一个用理性包装自己内心不安的人他会在社群网络上看你很多的东西，然后限动po 文还有可能看你的留言之类的这样。那他自己也会去留言，然后假装很随意的跟你轻巧聊很多事情。其实他是一直在找到了解你的一些资讯跟通路。我觉得他不是什么老练的恋爱经验很丰富的人我觉得他反而比较像是他现在才要开始表达比较多的情感，因为他太常用理性去想爱情了。可是这一次他觉得他应该要重新学习如何表达
情感哈。所以如果你真的开始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说话的方式偏向紧张跟拘束，然后传讯息的话可能又你会发现他已经在输入了，可是字一直没有来，那就是因为他在输入又删掉，输入又删掉了哦。然后对话可能没有那么轻松柔软，反而比较正式，太过有礼貌。甚至你回他一句话之后，你发现说他很久很久才会回你下一句，因为可能他想太多了。那他的内在活动、脑内活动可能会比他所表现给你出来的更多很多哈，因为保健师者是属于那种喜欢在脑子里面很多排练的人啦，所以他在跟你的对话相处的时候，其实现在这个段落他会模拟非常多的情境，所以他的分析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啊，可是就会把时间都拖慢，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追逐感被追逐感怎么不够快？其实他真的是花太多时间在想了。所以接下来如果他即将要向你告白啊，我觉得这个即将会比我讲的时间拖得更长很多，因为他需要观察够多啦，然后确认够多才会鼓起勇气。你会发现他在靠近你的过程充满很多的小动作，主动留言然后或是留了言你都看到了，他还把它删掉撤回，因为他可能觉得不够好。那他可能会找很多话题，假装问你工作啊、课业啊、去哪里啊、生活啊什么这些的，或者你 po 文去哪里旅游，他都会去询问一下哪里有好吃的啊，觉得如何怎么。他想要创造一些话题，很刻意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但是他又不想被你发现，他其实很在意，但是你一定会发现的。然后他其实心里很多的矛盾啦，这正是那个保健师者典型的特征啊，很敏锐，可是表达的很笨拙，我觉得他是一个过度思考型的人，但是也是一个思考清澈的人，只是行动上有点跟不上。那对爱情的节奏感我觉得他少了去用感觉去面对爱情，而是用太多的判断，所以这让他容易怀疑自己，也怀疑你对他的反应是不是出于礼貌，这都是想太多了。我觉得他的形容很像一张纸还没有折过，但是开始要折的时候又小心翼翼，怕把整个纸张弄出一些痕迹。我觉得他心态就是这样，想太多。其实折下去就知道了，反正可以再重复练习嘛。他没有感受到这一件事情，他也没有享受到折下去的那个过程。他现在要慢慢学习的是这一件事情，他需要更多的水能量。那当他意识到自己被你吸引的非常够里面够深的时候，他会变得更小心。他会更想要去摸索跟排列更多的线索来去做更好的回应给你，这样所以我觉得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开口告白的话，我觉得那一刻已经是非常诚恳的，但是语速可能会很快，然后表情会很僵硬，因为他其实脑袋有非常多的东西想说。那反而他想的很多的计划，想的很多的完美对话，在他开口讲的时候，应该都乱七八糟的。只是对他来说，这个跨步已经是非常大了。所以，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人跟你告白的时候，请你要好好的回应因为这对他来讲是非常思虑非常久、准备非常周全的一个烂尾，因为他不太擅长浪漫，但他的告白会非常真实，然后你会发现说他非常在意你。你只要着重到他那一份真实就好了，不用太拘泥他怎么去表达。然后你心里只要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冒险看看，试看看因为这个人如果从这张牌来看的话，他是一个风元素的很强的化身，他就是很好奇、很聪明，但是容易被自己的过度的思考卡住。那他在爱情上面，他可能在这张牌表达没有那么多的水能量，所以在爱情上面表达没有那么细微。可是你跟他讨论一些很理性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分析得很清楚，可是有点笨。他就很像有一点卡通你们看到的那一种书呆子这样，对你是真诚的，可是表达是笨拙的然后你可能会发现这其中的一种可爱，然后会发现他其中的一些专注，你会被他打动。如果你要用完美来去衡量，他当然是不完美的啦，但是某些诚意，他应该会超越其他人很多，而且你会感受到他一种这个人真的很想要了解我的那一种魅力跟力量所以他出现的时候，记得好好回应他就对了来，第二张牌也是宝剑然后是风能量，是宝剑3的逆位啦。那这个是独立的讯息跟第一张牌不要连接在一起，我们重新再从这边再讲一次他这个人可能是什么？他可能正在从某种关系里面的心碎之中恢复的人，
所以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些未痊愈的伤口在啦，不是因为他忘不掉，而是因为他曾经全心投入，然后被推翻了，整个现实被推翻了，所以他对于付出这一件事情的信任，现在还在质疑中。所以宝剑三的逆位的能量，让他靠近你的时候会特别小心啊。他有跟你讲，他已经在质疑了，可是因为你的魅力跟你的出现，他还是想靠近。所以宝剑三的逆位在讲什么？他会靠近的比他以为的更小心。其实从宝剑牌出现的时候在讲感情啊，都会发现都有想太多跟很小心的一个状况哈。那尤其他现在在宝剑三的状态是他从风暴里面走出来嘛，所以完全不确定他该做什么，或是确定的事情还是产生非常高度的怀疑，所以他对感情的态度现在没有办法冲动，而是只能观察、等待、再观察、再等待这样。那我觉得他不会轻易说喜欢，因为那个字现在对他来讲太重了。我觉得他曾经在旧的爱情里面，可能应该有到掏空自己吧，然后所以现在学着不想让伤口，变成是他没办法跨出到下个新世界、新感情的一个界限，所以他也在努力中。所以他的世界应该还有一些多过去伤痛的一些回音哦，有些类似的场景出现的时候，他脑袋就会有一种回音的感觉。那有趣的是，这个伤口反而让他发现说，真诚还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会从他的语气里面表达出某种很强烈的谨慎，可是不是严厉的，是温柔的，也不是冷淡的，是温暖的。他只是不想再让任何人因为他的因为有类似他的事情而受伤，所以他是一种保护你我他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就变得很温柔、很谨慎。那在这边我们再提到一件事情哦，这个人会表现出很强烈的真诚跟真实，这里又讲了一次，所以2次啊。所以这边在讲的是说，可能他的表达动作会很笨拙，可是他内心的真诚会超越很多你遇到的人，所以这个要好好的感觉一下。那宝剑三逆位的这边在讲哈。我觉得他对你的好感是一种他自我修复的开始了。他发现他喜欢你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自我修复了，因为他发现和你讲话的时候，心里本来很紧绷的那一块有在松开，然后笑容变多了，然后也开始愿意重新去对于新的感情有一些想象。你不是他的心碎的替代品啦，而是他原本以为他不会再喜欢人的时候，结果你出现的时候，他发现说，其实他还有那份爱，是一种全新的爱，可以再喜欢一个新的人，他还能再次喜欢一个人，然后。你的出现对他来讲是一个证据，他本来以为他没有了，可是他的那个心动感觉让他觉得说，原来我还有重生的机会。虽然我的心有疤痕有伤口，但是原来他跳动的时候还是有这么有活力，这是你出现的一个作用力哈。所以他仍然会用谨慎小心细微的方式靠近你，不太主动，但他会一直在跟你互动的时候。感受到你们之间应该有一种温暖跟窝心可以制造出来，可以发生，所以他就会有可能在你在 po 文比较难过的时候，他给你留言，然后或是跟你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你的回应比较慢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贴图让你开心一下。那有可能他会有点提出勇气的去传一些好笑的东西给你看，这样他其实不需要你回应，他也没有办法讲太多话，但是他希望说。你的情绪有被理解，这是他唯一能做的，这是他的负能量所观察到的哈。所以他的行动表达跟他的真诚都会在他所做的事情的细节里面，所以你会慢慢感觉到说，这个人在慢慢的靠近，而且他是真的比其他人更用心的在观察你的一切。那所以如果真的到了告白的那一刻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又特别真实。他可能会先找一些日常的话题聊天，然后突然安静下来，然后就告诉你一些他心里的话。那我大概模拟一下他心里的话应该会怎么说，他就会说，其实我以前有一些伤痛，我以为自己不会再喜欢任何人了，可是第一次认识你之后，他就觉得原来他心里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好像是为了等待你出现而要给你的，他可能会讲这样子的话，听起来很浪漫哈，可是他其实在心里周转的排练了非常多次，他才决定说这个是最好的一句话，最真诚的一句话，这样子，好，我觉得。很真诚啦，然后我觉得也不算设计过，而是他想来想去，只剩下这句话是最好的。好，那你的出现对他来讲也算是一个他跟他自己过去的一个和解的瞬间呐。其实你一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跟自己和解了，然后他那个心跳怦然心动的感觉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原来他不在过去啊，所以他有可能对于这份告白只是跟你诉说而已，他没有让你立刻回应，他也不会想要因为这样子而去逼近你、靠近你，他只想要让你知道说你的出现让他相信爱。然后这个就已经够了，所以他也在那一刻知道说，原来他的过去的一些事情让他的痊愈这么慢，主要还是因为可能第一要等着你，第二可能就是要细心的去疗伤，才能够讲出或是给予对方这样子的一句话，跟这个角度，就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你很重要，
影响了他，就这样。这是他所酝酿出来的一个答案。所以你会慢慢发现说，这个人其实在表达跟你类似告白的这些举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很温柔，然后他在表达之中还预留了各种空间，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还不会有压力。这样，他是一个很窝心的人啦。那回到宝剑三的逆位，我觉得心被疗愈了所以他的告白，在某方面来说，他不是要去占有你，而是他要告诉你说，有一种感谢有一种感谢你的出现，这样。所以他也不会害怕被拒绝，他比较害怕的是他不让这些话说给你听不让这些话说给你听，因为他心里的震动跟共鸣，他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所以他知道说一定要让你知道说你对他的影响跟你的重要性，这样。这个就是他某种很强烈的魅力就是他这个人很温柔啦，对爱情的看法，对人很温柔那么到了第3张牌，到了命运之轮其实命运之轮的这个独立的讯息有别于其前面2张，它不同的是，你很难察觉它出现，因为命运之轮这比较像是说，它可能会在没有预料的状况里面突然跳出来，就是说，它不是那一种你早就可以预知它在靠近，没有，命运之轮比较像是说，突然转个弯就把它推到你面前，所以有别于前2张的另外一个路径，就是说，命运之轮代表某种意外跟时机的交错嘛，我觉得它不是你在主动去期待跟寻找的人，也不是你觉得生活中日久生情、循序渐进相处就会出现的熟人里面出现的恋人，他不是。我觉得他是会在一种什么临时的邀约呀、一个事情的 delay 或是改期啊，或者是即便连坐火车或坐什么位置被更动交换的时候的一种偶然的相遇。命运之轮在这里讲的是这个人在这一条路径上带来了很强烈的机缘、机会、缘分的合体。他出现会刚好，但是这张牌还在讲一个特别的重点：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跟你的心灵、灵魂的状况有关。他在这里直接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突然觉得爱情不用太急了，你不急着要爱情了，你已经慢慢的放下对爱情的追求了，然后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好了。这个时候命运之轮就会转动。这些都不是你心智跟意识上觉得我要这样子过它就转动，没有。命运之轮跟宇宙的审核机制要求很高，他们必须要确定你内心真的完全相信跟完全照着你相信的路径往觉得爱情没那么着急了，我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那个概念，在某种时刻能量有感觉到的时候，命运之轮才开始转动，所以它会出现在你反而更想要自己生活的时候，它就跑出来了，有一种打闹的感觉，有一种破坏了你自己个人生活的感觉。可是这个就是能量转动的时候，会在你没有期待或没有预兆的时候跑出来，因为他希望，因为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准备好了与否，你自己不知道啦。通常会在这个状况意外出现的人，都是你能量真的变很好的时候，好的能量就会被吸引过来。但我比较会认为，宇宙它有一种监视功能，它在偷看你们。他偷看到说，就这个时候好了，可以把人放进来了，就这样把好的人放进来。他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人他本身也是相信这种能量流动的人，所以命运之轮他应该是说他已经先找到了这个适合你的人，然后这个人也是灵魂对世界也是开放角度的状态的人，就在等你。因为他这个人从命运之轮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可以接受人生各种无常，也愿意在各种不确定的事情里面找到有趣的意义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不像前几个可能让你受伤的人里面，内在有很多的固执啊，有很多的原则，各方面让你觉得很难讨好，很难做自己之类的。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他没有强求任何东西，他也不会逃避你的各种要求或什么的。你非常明白，感情是没有办法约束的，没有办法控制的，只要顺着走，感觉对了，顺着走就可以了。所以他的靠近你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在你所有的预期跟设定好的模式下走，而是全然的绝对直觉的方式出现。他不会想要去成为谁，或是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你需要的人，他只会做自己。那他的出现会让你发现说，你们一遇到就觉得这个缘分很重，可是又觉得说，可是这不是我在期待的人啊，或是我完全没有期待有任何人出现啊，他就会这样出现，那个巧合感会非常重，然后心底会询问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爱情才要来？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会跑出来哦。所以我觉得他的告白比较像是认识没多久就会告白，因为你们的这种巧合感和这个确定感很重，所以有可能认识之后没多久，他就可能会在一些很轻松的场合啊，或是一种无聊的散步啊，或是突然两个人在聊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他突然就跟你说了一些事情，或是半夜的时候可能也没闲聊，他就突然传讯息来，他可能就会明确的，很明确的把这件事情表达出来，因为前面讲了嘛，他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他可以接受各种可能的人，所以他可能突然觉得这个时候要讲，他就会告诉你说，我觉得我跟你有一种连结，我觉得他的语汇会比较像是我跟你有某种连结这样，而不是谁拯救谁啊，什么跟前面两张牌不太一样，所以他会比较环绕着是命运好像让我们走在一起的这个概念啊，因为他不太在乎理性分析一件事情，他只是很在乎诚实陈述。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个感觉，他捕捉自己内心的感觉能力很强，所以命运之人会让你们的这份相遇走到告白或是表达互相喜欢的这个东西走得非常自然，可是节奏会有点快，然后他有可能完全不照爱情的逻辑上，但是又不刻意，好像自然而然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当你还在犹豫爱情会不会来，或是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完全就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要管爱情会不会来的这个时候，其实能量已经发现说，爱情的门已经在偷偷帮你打开了。因为在某个角度上，你已经准备好了70、80、80、90、100都有可能。然后命运的能量，它不会让真正适合你的人等太久，它不会把命运拖泥带水的。他已经差不多看到好的时刻了，然后他就把它往你那边推进。所以，如果你们相处的时候，或是不能相处，你最近突然发现说，真的有一种直觉感觉到爱情快靠近的时候，其实，在某方面来说，也就是因为他其实也离你很近了。那命运之人讲的点比较特别，是这个人有可能不是你现在身边已经在的朋友，他可能从出现到告白这段时间很短，他可能才刚出现，跟你好像变得比较不错，还蛮有亲切感的，他立刻就会进入那一种，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到更好的关系，更时间相处更多的关系，这样，好，那你会觉得他的这个出现的那一种很奇妙的那一种，好像命运把你们拉在一起的感觉会很明确，然后灵魂好像彼此有某种记忆感，好像以前在哪里就已经有熟悉过，好，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命运之轮他讲的爱情，他绝对是要跳脱你所预期的那一种节奏，他就是会突然出来，他可能就是你去哪里，你常去一个咖啡厅这样，你从来就没有跟谁这样子对到眼过，然后你也没发现说，我来这个咖啡店这么多次，也没发现有这个人。可是你跟他眼睛对到之后，你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人在这个咖啡店是跟你差不多时间，是每天出现，会有这样子的哦。那就表示什么？因为你们内在的有一个节奏对上。我们最讲的就是这个，他不是说你们的节奏没对上，而是他现在只是要你现在才要对上。因为时间到了，你准备好了，他准备好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命运之轮要去把整个事情拖泥带水的拖到比较后面，没有一定要拖到完美就可以了，现在就要开始了。然后他可能就会主动来跟你认识，可能有一次桌子坐的比较近，在附近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话了，就聊天了，或是现场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互动了。有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小事情就互动，然后你就渐渐的发现说，就算他是以一个陌生的方式常常跟你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整个空气都变得比较紧密，好像你跟他的距离变近，整个咖啡店的空间也变小。其实这个整个气氛就是在宇宙在跟你讲说，你们现在在拥有共同的呼吸，这不是巧合，这是命运之轮跟命运正在告诉你说，现在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份连结才会再回到他说，我觉得跟你有一种特别的连结，它不是一种甜言蜜语，它是真的有感觉到，就是这一刻。好，然后命运之轮都安排到某个转折点，只是因为你今天有看牌，他可以用命运之轮来告诉你去解释它是这样子。然后你开始跟他互动的时候，很快就会进入比较浪漫的一个状况。那他的告白的能量里面会带来很多内容，就是我也没想到会到这个阶段，可是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现在要开始相信爱情，好像相信爱情要来了。即便我有点不想接受，我也想要独自生活，跟你一样。开始想说独处生活，可是爱情来了很难拒绝，而且感觉很对，他可能会这样讲，然后会让你感觉到说宇宙现在正在对你们两个人微笑了。好，那我觉得2号牌就这些哈。
命运之轮跟前2张牌的方向不太一样，好，表示有2种可能性，你可以慢慢感觉一下哪一个比较接近你现在的生活里面可能出现的场景跟情况，哈，那就这样，那乐观的期待吧，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3张牌的内容哈。那第三张牌里面有3张牌都是各自的独立的讯息，可能会有讯息是重叠的。那如果你听到3张牌有重复的讯息，那表示那一个象征比较强，我们要把它记得哈。来，第1张牌是金币4的逆位哈。我觉得金币10的逆位在讲他的现况哈。他的现况是他现在正在学会放手一些他执着的事情啦，好，放手松开什么对很多事情的控制，然后重新信任一些陌生的东西，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刚从一些封闭的时期里面豁然开朗。他是那种对感情啊，或者各方面生活根本都很太过小心的人，但是那个阶段好像刚过了哦，所以他以前习惯把很多的事情有一种比较闭锁，用一种固步自封的方式来去保护自己，不想被干扰，不想受伤，去做选择。可是最近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生，他内在有一个新的念头。让他心里慢慢的浮现说他应该要让新的东西进来，他应该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他对于世界也开始比较松手，手是比较张开的，也因此在这个时候你才遇到他，因为他现在所看到的视野比较宽广，你才出现在他的眼前啦。所以我觉得他不是那一种会主动去追求爱情的人，我觉得至少以前不是，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很害怕被人看穿，害怕自己的真心被看穿之后，坦开心房之后，没有人能接住，于是他在生活中会选择比较多的理性啊、忙碌啊，用一种距离、离爱情有距离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安全感。所以金币4的逆位比较象征说，这个保持着距离里面那些城墙可能崩塌了，是他自己要崩塌的，不是外力推的，而是他突然有一天觉醒，他觉得他要冒险，他需要打开自己。所以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没有这个防线了，然后他会跟你诉说他以前是，可他现在没有。那他对你也不会立刻行动，可是他的目光会展露出一些很多的想法，就是你让他产生很多的好奇跟喜欢，他想要靠近，可是他内心还是有一个完全那些裂缝或者城墙已经崩塌了嘛。可是那些碎的石块还在他心里，可是他心里就会产生那种碎石块的影响，就变成是说，我虽然想靠近这个人，可是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失去。这个矛盾会出现，可是力道不强，它不是一个平衡50-50的，它可能90跟10。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可是你一眼就能感觉到说他心里有一些踌躇不敢往前，可是那种很想往前的动力是更强的，所以他对你的在意其实很细腻啦。比如说我觉得他会假装似有似无的，或是不经意的问你一些小问题，或是看起来像闲聊的问题，然后只是想要再跟你多对话，从你的对话里面去了解你更多的东西。然后每次你讲很多事情，他总是会沉默1秒，这样其实好像是他在思考，我觉得没有，他其实是在消化他对你的那种太靠近的那种心理的悸动，他想重新呼吸一口气了所以他的靠近，我觉得比较多的内容是在想说，他在每次跟你互动的时候，他有点重新学习，可以相信一个完全陌生人或是不熟悉的人所带来的那种亲密感跟信任感，因为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一个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可是跟他原本的做事情的原则有一点冲突啦，所以你看他慢慢跟你接近的时候，你有带来某种魅力，跟让他有点沉溺的感觉，就是好像靠近你就可以相信很多事情。所以金币4的逆位让他在跟你的相处和他各种生活很多事情的时候，发现他自己已经不太像以前会紧抓着很多原则过去或是之前的荣光，他希望能够冒险去找到新的感觉跟新的可能。所以他的告白方式，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突如其来我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他可能对他来说，他比较像是一个表白自己的心意，因为这个表白对他来讲是一种关系上跟人的信任上面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突破，所以他可能会在一些普通的对话里面，突然会告诉你说，以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跟你说，我其实已经很久没对谁有感觉了，可是你心里会觉得说，那干嘛跟我说？可是你也知道说，其实他在跟你讲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谁有感觉，而对你有特别的感觉。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他不太像是演练，或是他已经想好了什么时候要讲。我觉得他是突然在跟你相处某一刻的时候，突然觉得心很松，然后他觉得他不需要再去试探你，不需要在你身上收集更多的资讯。他觉得现在的心情是要诚实的表达出来比较重要，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对你跟对其他人不一样，他对你的各种想象都是比较温柔的，比较轻松的。然后他可能跟其他人相处会有一种比较稳重，然后又带来一种距离感。然后可是他内在非常敏感，可是他心中仅有的一些温柔或是最大的温柔，他都想要只给你这样。可是他也在衡量很多事情，是怕给你太多或太少，他也不太确定。所以他在跟你的相处的时候，其实在学着情绪的收放自如，
至少跟你相处的时候，情绪可以收放自如。那也证明了他在遇到你之前，他其实很多的情绪是被压抑的。然后跟你相处之后，才发现他有新的某一面是可以重新苏醒的，或是他没有发现的。所以你的存在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棒的 lucky star 或贵人牌的出现。为什么？因为你打开了他心底某一些他没有认识的自己的好的那一面。主要是金币四的逆位，它比较像是说打破旧的模式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边讲他的话，他就是你的出现对他来讲是打破了他旧有的自己，而那旧有的自己是他以前认为是最好的自己，可现在才发现说原来不是，原来我还有更好的自己没有挖掘，而在你出现的时候，他发现说他从你身上有点像镜子，发现说他其实也有这些特质，所以他才会有点沉溺跟你靠近，跟你相处，因为你一直不断的让他发现自己更好，是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如果当他突然跟你告白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像是他内心的一个心理的释放，而在这个释放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说，这个人好像比你以为的更加的真诚，更加的透明，你也会开始信任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他会告白的那一刻，其实是宇宙有在提示他说，就是现在你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让属于你的爱情，或是你想追求的爱情，可以去出现了。这样，那再到第二张牌星星牌，那这边独立的讯息是在讲说，他现在的状况是，他有一种让人重新相信爱情的气息。我觉得这跟前面有一个方向感的不同。上一张牌比较讲说，你让他有重新相信爱的信息，可是这里讲的是他本身就带有这样的讯息。我们来看这个差异点在哪里。那他内在的这个相信爱的光芒啊，其实不是外在来的，是内在来的，而是他心灵深处的某种温度。所以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相反的就是说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杂音变小了，好像有一个人在整个混乱之中把这个东西都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因为星星牌出现的话，代表说这个人本身有代表一种疗愈跟带来无限希望的感觉。那这个人可能会在你现在开始怀疑爱情在哪里的时候，他会出现。他不是要来刻意的要去拯救你，把你拉一把，不是，他是会突然出现，让人提醒你说，其实人跟人的相处可以有这么平静跟温柔的感觉。所以他带来的感觉不是一种刺眼的、不疾不徐的，也不强求你一定要做什么回应的。然后他跟你懂得会保持一些距离，然后他知道说真实的连接不需要靠推进，或是靠强迫，或是靠频繁的时间的约会，不用，只要几次的对话，语境语气都非常相符契合，淡淡的就可以埋下很多爱情的一个感受。所以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会非常真诚，会像是告诉你说，其实全世界就只有你，我现在只专心听着你。他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你相处。所以他本质上也是一个相信能量是有流动的人啦。因为星星牌有出现，所以他不是那种绝对理性的人。我觉得他因为之前可能有某些黑暗期，失去过方向，然后他也曾经悲观过，然后可是他突然发现生命的某些节奏他抓得到了，所以他也知道说事情不用强求，感情会出现都是自然发生就好了。所以当他跟你遇见的时候，他对你其实有些情愫，但是他不会很快去定义这份关系，他会用一种非常淡的方式，默默的陪伴你、观察你、听你。然后也不能说他刻意等待某些对的时机才要跟你告白，而是他相信那个对的时机会出现，他会感受到，他在那个时候再用温柔的方式去告诉你说，其实我们的感觉不同，他现在感觉是这样。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呢，所谓的浪漫不是要去制造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而是持续的成为某个人的光芒，这是他心里在想的。然后要成为你生活里的一个光芒，他就必须记得你很多的喜好，你很多的情绪的起伏，或者个性各方面。然后可能也会很喜欢跟你深谈，聊一些你的梦啊，聊一些你的未来想什么啊，或是每天的情绪的起伏，他都愿意去吸收、去聆听。然后他其实很想要告诉你说，其实这些都是你做自己就好了那他会在这些很小的小细节的相处里面，让你感觉到说，他是你身边一个持续有恒温的可以依靠的人。那他其实不会为你改变很多，但他会知道说，在你身边的时候，他的最大重要点就是要让你觉得生命很轻松、很自在，不需要有很多的压力。这样，所以在你低落的时候，他会开玩笑在你很兴奋的时候，想跟你分享事情的时候，他给你很高的情绪价值。这样，所以你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其实还会默默的跟你担心你，然后可能有些事情可以帮你，可以偷偷帮忙的，不需要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帮你分担。他其实不是刻意的要让他的存在感带来给你一些安心的感觉，而是他在跟你相处，他就自然的知道说，要跟你相处，他就必须给你一个很强烈的安心的感觉。可是他的核心并不是要追求你，他的核心并不是要跟你在一起，他的核心是希望说，让你知道说，有个人你需要被理解的时候，他在，他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如果他真的到了一个
会告白的时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气氛不会很紧张，反而是很温柔柔和的，因为你跟他的感觉就是比较柔软的。有可能在深夜的时候突然聊一些自己个人问题的时候，他就突然告诉你，或是大家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们两个自己散步走回去牵车，或是坐车的路径上，他就会告诉你，或是可能下雨天的时候在哪里等着雨停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这样。他会用非常平静的方式，好，然后大概会跟你说。用一种也不太确定，可是又很想确定某些事情的句子，可能想说，我不知道对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喜欢啊，然后可是我跟你在一起，我总是觉得，很舒适、很柔软，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他用这种共鸣的对话方式来告诉你说，我们两个之间应该有一些东西，好像有一些可以互相认可的东西。因为星星牌的能量本来就是一个光芒，但是它不会有炙热的感觉，它就是一种能指引你们走到比较好的方向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用这个方式来跟你讲说。我们是不是有特别的感觉？这样有一种提问的方式，让你们两个长成一个共同感。所以我觉得他是那种让你想要变得更好的人，然后不会有压力，然后他的存在可能一直在提醒你说，其实两个人相处，温柔的相处就是一种很强的力量哈。即便他的告白不是一种很疯狂的像浪漫爱情电影的这种告白的开始，可是他在告诉你说，如果我们都准备好的话，我们可以其实往下一步走，后面好像有更好的东西适合我们，我们可以去追寻。会这样，但是他在告白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说事情都非常确定哦。他比较相信说，这个瞬间好像就应该要讲这一句话，因为星星的本质比较，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他指引方向啊，他并不是要照亮全部的心，他是要指引方向，两个人一起去探索。所以当他开口告白的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发现说，你好像有被感动到什么，可是又好像是被指引了什么。它不是一个有点接近没有声音的，又很强烈的心理的悸动。他没有像是"我爱你啊，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么强烈的字语，可是他会比较像是说，当他跟你表达这些事情，你会觉得你会开始相信未来的世界是美好的，我愿意往那里去试看看，那里去探索看看，他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好，很温柔，很慢，可是好像有真正的爱浮现出来哈，这个就是星星牌在这边讲的一个能量。再来，我们看到第3章哈，第3章抽到倒吊人的逆位，我觉得这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哈，很特别。我来仔细看一下这里独立的讯息是什么哈。我觉得倒吊人的逆位的能量比较代表说，如果在爱情的路径上面，你们两个人都觉得爱情是停滞的，没有人需要我们，我们自己就单身吧、独处吧，这个状况的话，倒吊人牌的逆位是说要苏醒了哦，就表示说你们在情感里面停太久了。那这些停太久的时候，有一种内在审核机制，就是因为害怕，因为怕被拒绝，然后去寻找，就是我现在就是习惯一个人，我习惯一个人就好了哈。用理性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的渴望哦。那可是内在还是常常思考说，我还是在等待最好的时机，我还是需要爱情啊。然后有爱情出现的时候，我也想看一看，可是却因为太多的理性，会常常让爱情溜走了。那倒吊人的逆位在讲说，直到最近也许你们或是他都开始比较意识到说，爱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再不往前走，再不去动、去寻找、再不去感受、去认识更多的人的话，那我们要错过的可能不是人，而是要错过整个爱情。所以，当他现在在你附近，他已经认识你，看着你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有点在倒吊人的逆位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我不想再当一个旁观者欣赏你，他应该要对这份关系做点什么。”所以往下走，就发现说，他应该已经观察你非常长一阵子了，你可能没有发现。然后，因为他把这个情感的表达包得很深，然后他习惯压抑他感性上面的直觉，就是他明明知道自己喜欢你。然后他会告诉自己说，没有那可能就不要去想了，会有这样子的理性的去压制的感觉。但是倒吊人牌在这边逆位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时刻他终于看见说，爱情不能靠这样子理性的压抑，或是要靠自己全部都想清楚之后再行动才会发生的，没有。因为有的时候爱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去面对自己真实的心情。所以他在倒吊人逆位的时候，他发现说，他决定放下那些，再观察一下。再理性一下，再压抑理智的这种感觉，他愿意下次再更靠近的时候，感觉爱情很靠近的时候，或是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他愿意尝试再离你更近一点。所以，他对于告白的那一刻，他不会用完美的，然后有些说话比较凌乱的，然后会有一点语无伦次的，然后会讲话变得比较直接的。他有可能会脱口而出说：“我不太想确定你怎么想，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要告诉你，我对你有特别的感觉。”或是他会传讯息来跟你说，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想见到你，你能跟我出来见面吗？”会有这样子，好像很年轻哦，很简单。主要是
他突然在倒吊人牌的逆位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我不需要那些防备，我不需要那些武装了，我只是要一次的表白。他不要到告白，他希望他表白，他希望人生在这个阶段有重新活过来的感觉，他希望有一些转机哈。因为倒吊人牌的逆位在告诉他说，你以前的世界太安静了，太被动了，可是现在呢，应该不要再忍耐了，应该要把感受放在最前面，好去做，莽撞没关系，不要让自己一直掉在那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好像把忍耐或是接受自己的不好，或是接受爱情不会出现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牺牲，他就告诉你说不需要，应该有所行动，要有所改变，要参与世界，要参与爱情的发生。好，不要只是在当一个旁观者，一直去看别人的爱情故事、看电影，要去理解爱情，这样要自己要去经历爱情的发生啊！这是倒吊牌，因为在他内心产生了一个转变。所以这样子的转变很真诚，也很勇敢哈。他会在你面前就突然的，没有那么假装自己很理性，然后也不再逃避心里的那个混乱。然后他可能在跟你表白的时候，他可能会知道自己很失败，也害怕让你觉得他自己感受到失败，这样让你觉得很难受。但是他还是选择要说出来，因为在某方面来说，他是在跟自己和解，原谅自己以前的被动。然后他希望他这份主动，你能够跟他一起参与，他希望这份主动能让你发现说他是已经不同的人这样，然后他让你发现说这份苏醒内在的苏醒是有一种全新的生命力、全新的热能的，他不想要再从旁观者慢慢的观察这样，找到最好的时机才发动主动这样，他现在没有，他现在要做的是直接跟你更多的互动，问你今天好吗？他不想再害怕你的拒绝，你的远离，各位，他不想要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倒吊人牌的逆位比较像是说，在这份关系里，这一个人在你附近的这一个人，突然有一个奇异点跑出来的。他可能在梦里梦到了，他可能听别人的故事，或是看别人网络上的一些爱情的教学的时候，他觉得厌烦了，觉得爱情不是长这样子。然后他梦里的时候梦到一种新的爱情的概念，他可能在梦里梦到他跟你直接开口，或是他跟一个梦境里的人直接开口告白，就发现别人的反应很好，跟他完全想象中的爱情逻辑不一样。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植入在他心里，他就倒吊牌逆位就告诉他说：“你的视野转换了，你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呀，他如果真的跑来告白了，很粗糙，但是他的内在不是因为他很孤单寂寞，想要找人来填补，不是，他是终于看到他内心那种对爱情的渴望，然后跟他以为的完全不同。原来那个就是追求爱情的感觉，原来那个就是靠近爱情的感觉。因为他每次靠近的时候，他会感觉到爱情在发生，可他不确定那是什么，可是他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安全区、舒适圈，他也不想要因为只感觉到爱情就去冒险，就去挑战被拒绝，他不想要再这样子。然后倒吊牌逆位这边却在某些能量上、梦境上、故事上、其他人的故事上，让他发现说，告白不需要很华丽，不需要很完美，只要深刻的去讲，让人难忘就可以了。当你不太害怕拒绝的时候，去表达一个人的对他的喜欢的时候，其实也算是送他一个礼物。他最近会开始比较感受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到最近有一个人用一种突如其来的告白告诉你说他对你的很在意，然后他回到了自己身上，然后也走向了你。他终于知道爱情的呼吸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在倒吊牌的逆位跟前面牌的不太一样的是说，有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有一个你想不到的人突然就对你告白，然后记得好好的回应，然后好好的去看一下他的粗糙的表面底下那一份真诚跟真实的那一面，也许你会很喜欢。然后记得先看一下这个人的优点，因为有时候每个人展现出来的自己的优点好，节奏比较慢，节奏比较慢，尤其他原本不是一个很喜欢炫耀自己有多好的人的话，他的优点就会来得更慢。你可以再去着重一下，反正告白之后，可以只是在更多的约会出去啊，认识这个人啊，没有一定要变成交往关系啊，或是确定关系，没有，那都是后面的节奏。至少让他靠你靠近一点，至少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他，跟让他多一点了解你。也许他其实也没那么了解你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倒吊人牌的逆位，好像突然在他睡梦中的时候，把钥匙放在他手上，他醒了之后发现说，我好像有一个可以开启爱情之门的钥匙，我来去开看看好了，就一打开发现说，原来可以开门，原来开了门之后，原来这个是爱情的感觉。他在某种爱情的概念上，他是觉醒的，被倒吊牌的逆位换了一个视野，说他才觉醒了。原来他之前看的爱情不是他以为的。
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疑点的发生了哈。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3张牌哈，那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乐观的方向感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